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练习生秉星星。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3月底，已经是进入了春天，但最近的天气真的不算是特别好。上海呢一直会下雨，一周里面可能有5-6天的情况都在下雨，而且温度也挺低的，我现在还一直要穿羽绒服。最近我的生活会有一种死感，而且总会遇到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上个周末的时候去复查我的整牙的情况，然后呢被医生告知说我的牙齿有点蛀，而且是我的门牙，我的这2个门牙牙缝之间呢有一些蛀。那时候我会觉得天打雷劈，就是这个天气已经是这样了，生活已经是这样阴雨蒙蒙了，你竟然还要给我再去增加一些阻碍，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去给生活去做一些调整了吧。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如果你的生活感觉到死气沉沉，感觉到很倦怠的话，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重新去找回活力呢？不光是对于生活的倦怠，你还可能会对于一些人际关系感觉到很倦怠，或者是在工作的领域当中，你可能已经是工作了几年了，然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都是很重复那种生活的话，到底应该怎么样重新帮助自己去找回活力呢？那我们就开始本期的节目吧。首先我想来聊一下我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吧，是我在工作上面的突破。其实我工作的时限也不算是很长，我从大2的暑假开始实习，然后可能有1年半的时间在实习，然后现在工作的话呢是从24年的7月份一直工作到现在，也是2年不到的时间吧，总共加起来可能就2-3年。但是在这短短的职场生涯里面，我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之前的第一家也是我正式工作那家公司的话呢，它其实是比较卷的一家公司，就是领导的话他也会以那种高绩效的要求去要求底下的人，然后底下的人呢也基本上流动性是还挺高的，就可能大家干2-3年基本上也会走了。那我目前的这家公司呢就是非常的平稳，就人员流动性呢是非常低的。如果说你是这个部门里面可能5年以下的员工，你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新的员工，大家都是可能5年、10年、15年甚至20几年的都有。那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人，又是刚毕业的学生，然后呢又是最近才加入部门的一个人。但是我看到我身边的人，他们会出现的一种感受就是说他们不太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些新的东西，就觉得目前当下的生活还挺好的，每天做那些可能几年来都不会去改变的一些工作内容，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就这样重复的生活就会觉得挺好的。不过现在的一个大环境其实不像以前那么好，不光是说是整个公司它可能在裁员上面会有一些计划，那同时大环境上面比如说一些 AI 呀自动化的一些引入的话，可能也会导致说在一个部门里面它会去想要因此去优化掉一些人。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一直处于那种我觉得重复挺好的，我觉得我现在当下状态挺好的，我不做任何的改变的话，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风险。那所以最近我做的一个可以帮助我从死气沉沉的一个比较重复很倦怠的一种工作状态去给拯救出来的一个方式，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尝试吧。我在我的部门会议上面去提问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吧，但是我以前可能是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原来可以在这样可能50-60多个人在现场的那种会议当中去举起手来，然后去发言。其实以前在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领导是非常鼓励新员工去提问的，甚至会有那种 KPI， 就是他在台上面呼吁下面的新员工快点去提问，谁提第一个问题呢会得到表扬。但是目前
我是在外企嘛，所以会相对来说比较的自由。领导呢，他也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但是我那一天真的就是鬼使神差吧，还是说就是有一些特别好奇的东西。那一次会议呢是全英文的一个会，因为当时网上面还有一些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一些同事，所以我们的领导，那领导呢算是我的 N+3的领导，就是我们整个大部门的一个头。他呢就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今年的以及未来的一些计划和战略。然后我那时候听得很仔细，就我可能在一个环境里面去做事情的话呢，我比较容易专注，就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去咖啡馆办公的原因。因为你在跟一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想要去装一下自己，就会端着点，所以在那种大会室里面去开会的时候呢，我听进去的信息好像更多。然后那一次会议呢，我也是真的带着思考再去听的，我也会用记笔记的方式去跟着我老板的他的一个思路。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欠缺的一个点就是我是一个偏执行的人，就我对于执行，对于把一件事情完成这个事儿呢是比较热衷的。但是我很多时候会陷入那种我不太明白老板到底真的需要什么，从老板的思维，他们的战略眼光来看，哪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我就害怕说自己成为一个高级的执行力很强的打工人，但是就没有那一种明白老板的心思那种眼光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欠缺的一个点。那我也是很珍惜这一些比较高级的可以和老板面对面去做交流的这些会议。但其实那一天我去勇敢的去发言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也并没有想着说哎呀我要去出风头，我要去展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就是非常单纯的我因为老板他讲到的一个点，然后我引发了一些好奇，我很希望听到老板的见解。因为也是刚刚说的，就是我希望可以明白从老板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觉得重要的点，最重要的点是什么。那只有在这种会议当中，你去真的举手发言了，你去问问题了，所以他才可以非常快速的去打消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疑惑吧。所以那一天呢，其实我也不算是第一个去举手去问问题的人。当时那个 Q&A 环节它开始的时候呢，是另外一个N+2级别那种老板，他呢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那个提问题的环节也是需要用英文的嘛，觉得很明显的感觉到对方的气场，对方他英文的流利程度，他的落落大方。那在这之后呢，其实会陷入了一些，我能感受到有一些冷场部分，因为老板也在前面问说啊，还有谁有问题呀？线上的有没有其他问题呀？然后其他的那些 N+2的老板，他们也会往回头看，去看自己那些小兵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给他们使眼色，说你快点问呐。就我好像觉得，如果我这时候问出来的话，好像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去打消我内心当中的一个疑惑的点吧，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去在大会上面去提问了。其实那一次提问结束之后，我也没有觉得很紧张，其实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过真的非常神奇的就是我会感觉到自己的勇气值又再一次增加了，就是你的人生体验好像又非常神奇一般的又新增了一项。当一件事情它从一个0变成了1了之后，它好像就非常容易再变得更大更大了。好像我就真的不太害怕说在一个大会上面去进行提问，以及去跟老板去做交流这个事情了。这个是我职业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让我从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工作生活里面比较重复、比较疲倦那种状态里面，帮我一下子给拔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同时我最近呢也在去考量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在造型上面，在穿着上面，打扮上面呢需要去进行一些改善。就像是最近我开始会去穿一些西装，虽然我觉得我现在穿西装也不算特别的感觉游刃有余吧，我特别怕自己穿起来特别像是小孩装大人，而且我也会觉得我西装里面那些内搭不算是特别的好吧，
就还是会比较小孩子气一点。我一直很想要去穿的比较的简洁，比较大方一些，因为对于外企来说，其实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一个人他可以穿卫衣、穿 T 恤，然后每天不化妆；另一个人他是穿西装的，每天化妆的，然后头发也搞得很精致的。我觉得这两类人的话，给人的精气神就会不一样。那我现在就是哄着自己上班，也希望说可以在造型上面给别人的感受是更加专业的，以及更加向上的吧。然后我因为是部门的新人嘛，所以新人呢，咱们公司也有一个比较墨守成规的一个要求吧，就是说你要表演节目。这次正好是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其他的业务部门的同事一起出去开会，然后那个开会呢，晚上需要有聚餐。那时候 HR 找到我们那些可能年纪比较小的，以及说像我这种刚进部门的人呢，就说要让我们表演节目，然后让我们唱歌。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有些紧张，因为我自己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歌了。那包括说，其实在那一周的周一，我还跟我们有业务接触的一些同事呢去聚了个餐。那这个餐呢，也是业务同事他请我们去的。那这个餐呢，组局的这个老板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所以他选了一个有唱歌卡拉 OK 的那一种包厢。然后那个包厢呢，还是晚上9点钟才会开始开放这个卡拉 OK 的权限，所以我们从7点钟开始吃饭，然后一下子可能玩到了晚上11点多吧。就那时候很多同事他们都会比较介意，就说哎呀，我不想唱歌，我唱歌又不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他真的不想唱。但我当时的心情已经是有点死了，然后表现出来的话呢，是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我觉得唱歌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唱难听也是公认的，我唱的好听又能怎样呢？唱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这样的一些场合之后，我发现我在努力的去锻炼自己，哪怕是说它可能不是我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但是我依旧愿意去锻炼自己，依旧愿意把自己从0到1的去培养起来。这一些新的突破，这一些可能并不是我人性格上面原来就有的擅长的东西，那些突破的话，我会觉得它是我非常宝贵的财富。那就像是我去年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破除了我对于英文的一个恐惧。这种恐惧也是在被逼，在被推出去，被迫给推出去的那一瞬间才会给成长起来的。首先一个是当时去欧洲旅行，然后我一个人可能搞定了非常多的一些沟通上面的事情，所以我对于和一个跟我不是母语相通的外国人去做交流这件事情，我感觉到不害怕了。那同时还有一次呢，是在可能几个人的那种小会上面，这个小会呢有一个是帮助我们做事的另外一个部门的像是技术人员，那其他的还有就是可能是欧洲的呀。不过这个项目呢，它还是为亚太地区所做的，就是我领导在主导的。然后那一次呢，有一个会呢，大概就是前10分钟吧，我领导跟我说他突然有一个急的事情要去接电话，然后让我一个人去跟那个技术人员去对我们那个方案。其实那时候我那个 PPT 也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要修改那些地方我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说上也就上了。结果呢，就是发生了30分钟，我都一直在一个人去跟他说啊，我们这个地方需要改，我们那个地方需要改，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含义是什么，然后要让他试图理解，然后我们2个人呢要心灵相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啊，我好像可以明白他，他好像也可以明白我。这一些事件的时候，也让我对于我的英文的自信心，它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是我去年感觉到非常非常庆幸的一个点，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在外企当中，我不害怕和别人去做交流。这个其实给我很多的一些竞争力和机会。那所以总而言之，在工作上面，如果你感觉到有一些死气沉沉的，有一些疲惫的话，你不妨去逼迫自己做一些你以前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它可能会成为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一个很新的一个开始，并且它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给你受益。那同时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容易陷入一种非常繁忙的境界，就你觉得特别特别忙，每天都在忙各种各样的一些琐事，
但这样的琐事，如果说你周而复始的一直如此的话呢，其实你并没有什么进步。而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要求我们的就是说，你在繁忙当中，你必须要停下来去思考，说我该怎么样子去优化它。那特别这也是我领导他们给到我们的一些启示，还是说给到我们的一些要求吧，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这个流程它是死的，它是无法被打破的。尤其是你要带着一些新的眼光，带着一些质疑的眼光去看待它，说它是否会有一些可以被替代的地方，可以被删除的地方。而且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运用 AI。其实 AI 真的所有人都知道，但是你真的有去用到你的工作当中吗？有去帮你完成一些非常大的项目吗？其实也不是很大的吧，就是简单的来说，你可以用它去帮助你去处理你每天的邮件，去抓出重点。你也可以让它帮助你去在网上面去抓取一些信息源，这些都是你可以触手可及能去做的事情。只要它能帮助你去节省一些时间，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在繁忙当中，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停下来，要给自己时间去想想是否有一些更加无脑的、更加优化的路子我可以去走，而不是说你一直把自己困在一种洪流当中。那接下来呢，来讲一下关于生活上面你感觉到死气沉沉，你感觉到有一些倦怠的时刻应该怎么办呢？我最近想到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把每天的任务去像游戏一样去对待它。简单来说呢，就是精细化的去制造爽感。我之前有段时间非常非常上头动物森友会这个游戏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小岛上面去抓鱼呀，去砍树啊，种花呀，然后还能接小动物去上岛。这个游戏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为啥让我上头呢？就是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任务线，你做完这个你就能做下一个，然后下一个的那个目标它永远可以是我那种够一够就能够到的。然后同时有一个非常上头的一个点，就是我可以在一些无人岛上面去接小动物，然后这个小动物库呢可能有几百个，那我每一次呢需要花一张机票的钱去飞到这个小岛上面，然后有一个开盲盒的惊喜，看看这次是什么小动物。我就很希望说可以抽到我喜欢的小动物，然后我会一遍一遍的去不厌其烦的去上这个岛，然后就把这个时间花在了这些游戏上面。那我想说，既然游戏它能让我们如此上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不就是说它会给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可能我们看起来可以稍稍踮踮脚就能够到的一些目标吗？那所以我现在的话呢，也会给自己设置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目标。当我觉得一件事情它很难去完成的时候，我就会哄自己去做。那就比如现在要录播课嘛，录播课它可能是一口气要做完的，但是剪播课这事情就不一定啦。比如说这期节目如果说有40分钟的话，我会把它非常简单粗暴的拆成0到5分钟，5分钟到10分钟，然后每一次完成这么样子一个5分钟之后呢，我会把它划掉。就我现在会打开一个便签本，它是一个重复使用的便签本，因为我的每一次去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它的一些任务它其实是固定的嘛，但我会把它拆分得很细。比如说刚刚讲的5分钟，我就会把它设置为一个目标，当我完成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划掉。那我是作为一个成就比较优先的人，就大家有做过那个盖洛普测试吗？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它其实是一个能找到你的优势的一个报告。然后我的成就其实很排前，就是说我去完成一个目标，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会感觉到爽感，我会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也给自己设置像是这种像游戏一样够一够就能够到的这一些小目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在做一件事情它不会那么的难了。那以及说我觉得环境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家里面我时常会感觉没有什么力气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刷手机更开心，然后躺着更开心，
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心目当中会有非常多想要去完成的一些心愿，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紧急的心愿，但是如果我完成它的话，我肯定会很开心。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做梦都希望说我的小红书一下子就能火啦，然后一下子就能达到1万粉丝这样的一个境界啦。但我知道这件事情要做起来的话呢是很难的，我需要去保证好更新频率，我需要去调整好我自己的视频内容，这些都非常的难。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逼迫自己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去做事情。所以我现在呢很喜欢就是去咖啡馆里面去办公。就是很奇怪呀，当你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尤其是那些很漂亮的咖啡馆，我非常喜欢去选择那一些当你抬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外面绿树的咖啡馆，特别是在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绿叶它是有光影和层次的，这种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特别好。那在这些咖啡馆里面呢，你去做事情就会显得非常的简单，就好像是一件很丝滑的一个事情，你就更加能去沉浸进去，然后把你的事情就慢慢的给做掉了。因为好像在那个环境里面去看手机不太允许，因为首先你的身边有很多人，他们也在干自己的事情，所以你有时候也会有一种我不想落后那种心情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人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生物，当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你就非常喜欢去模仿他。那我觉得咖啡馆它就是一个我们互相模仿互相变得更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你也感觉到说有一些重复有一些单调，但是你又想去找到一些突破和活力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换一些环境，去公园转一转呀，然后去咖啡馆去办公呀，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途径。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之前生活死气沉沉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对家里面的打扫其实并没有特别上心，很多时候我都会把一件事情堆积的越来越大。就比如说洗碗，我以前真的是感觉我所有的家务活里面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洗碗，因为洗碗它要花很长的时间，然后那个碗呢又是油油腻腻的，就觉得很不喜欢，就觉得特别讨厌。然后我尤其是一个不喜欢那种脏的东西弄到我手上的人，所以有时候去处理那些食物残渣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抓狂。于是我之前一直非常逃避洗碗这个事的，但是我后面发现说，当我每天去做一点家务，每天把那一些剩余的碗给全部洗掉，就不要去堆积它的时候，反而会让我觉得很轻松，甚至会让我感觉到家务并不是一件累赘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去恢复我的活力。就像是说我现在洗碗真的是每天都洗，哪怕只有1-2个碗，我以前很懒嘛，我就可能是说我会堆着，然后堆到说可能下一次吃完饭之后，然后几个碗一起洗。但几个碗一起洗，尤其是还有锅的话呢，你可能洗一下就得20几分钟，然后这20几分钟你会越洗越累，越洗越累。但你每天如果就洗那么个1-2个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有这种厌恶的心情出现。而且我之前在生病的时候，我当时妈妈呢，她回来照顾我嘛，然后那一天呢，我其实自己有一些，状态特别不好了，就是我要绝过去了。其实在冰箱里面发现了一些烂掉的食物，比如说烂掉的草莓和烂掉的番茄，我拿了出来，但是我实在没有力气把它给扔到外面去了。然后我妈进来了之后呢，她就看到这些烂掉的食物，她就特别的抓狂，然后开始去教育我。她说这些烂掉的食物它会把整个环境也变得很烂，然后会腐烂的，会有一些不太好的气体出现的，这会让你更加严重的生病的。其实那时候听她这些话，第一反应是反抗，就是哪有那么严重啊，我哪有像你说的那么邋遢呀，就会有这些反抗的精神。但是后面理性一点去想了之后，确实感觉是有道理的。当我去发现了这些烂掉的东西，发现那一些可能今天的菜它吃完了之后，我倒到垃圾桶里面，我就必须得当天就把它给扔出去，否则的话，尤其是在夏天，它就会可能出现一些味道，这个可能无形当中会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我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惜命的人，我对其他的事情可能并不太上心，但是如果说是对我的身体有益的话，或者是有害的话，我都会极度的上心。所以
当知道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之后呢，我就会非常坚持的每天去清理我的那些剩菜啊、剩饭以及坏掉的一些东西，然后反而会觉得说，在这种规律的清理的这种节奏当中的话呢，我还是感觉到更加的轻松、更加的自由的。就以前会觉得堆在一起去做，每次做完会觉得很累，但现在反而有这种节律之后，反而会觉得很轻松，不再会觉得说家务是一种累赘。然后最近呢，还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建立了一个很干净的小红书账号。这个方法呢，也是从竹子，就那个喷嚏这个节目，竹子和韩夏两个主播他们有分享的一期节目里面所听到的。他们说他们就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干净的账号，只刷对你目标有用的内容。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目标是想要减肥，那你这个账号里面真的就只刷减肥的内容，不要让自己去陷入那种信息的洪流里面，要专注的去瞄着你那个目标去看内容。然后我现在建立了一个账号呢，叫超强饼饼。我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去做好我的自媒体账号，所以我需要去看我同行的一些内容，然后去发现说最近有什么风向标样的选题啊等等的，就去做学习。真的，这个账号实在是干净到我都不想去弄乱它，它只会去推荐跟你目标相关的内容。例如你如果说你想要去运动，想要去学习，想要让自己专注的话，它真的也只会给你推这一个领域的东西。然后当你把自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纯粹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自己的效率会变得很高，你不再会被其他的一些信息所干扰到，然后被别人吸引过去，反而是说你可以更加专注、更加快速的去完成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比如说我想要去获得一些视频上面的一些灵感，这个都能很快速去达到，而不是我现在打开我的本号那小红书，然后看到各种什么上海去哪里玩呐，今天又有什么新闻呐，就这一些信息。一个干净的账号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用的，可以帮助你去获得一些活力，获得一些这个账号很干净，我好像又有动力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了，这样的一种激励吧。然后最近呢，有关于人际关系，我也尝试着说去发展一些我触碰，就是以前想触碰但是又不太敢的朋友关系。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你敢跟你的同事做朋友吗？就可能我们公司的话，它更多年龄结构应该是40岁左右。但是呢，我也有一些比较同龄的一些同事，就是可能90年、00年的这些同事，还是会有一些会感觉到很合得来的。就尤其是我非常喜欢 ISTJ 这个 MBTI， 我就会遇到真的是这个 MBTI 的同事，然后发现确实跟他很合得来。但有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一些顾虑吧，就是我跟他很合得来，但是我能跟他做朋友吗？那我最近就是想要去打消我这样的一些念头，就是如果你觉得跟他合得来，那你就跟他一起出去玩呢。而且确实会有一些同事，你跟他出去玩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是很轻松的。就像是我最近发展了一个别的部门的一位同事，然后我跟他一起约出去喝咖啡，然后我们前段时间还一起去听爵士。就喝咖啡那一天，其实我自己也是有些忐忑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在除工作之外的领域是否能跟他聊得来。但是非常意外的是，我确实跟他很聊得来，而且我们会彼此交换一些比较私密的、更加私密的一些信息吧，就是可能会突破一些关于同事的边界。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之间是有信任的，我不会把他的事情对外说，他也不会把我的事情对外说。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聊天的感觉是很不错的，是很轻松的。我觉得跟同事做朋友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工作的节奏是差不多的，我们的时间的分配也是差不多的。就像是在外企的话，其实我们的上下班时间是非常固定的，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时间也是比较多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的年假，我们可以出去玩。所以最近呢，我也在跟我的同事去琢磨着说，能不能一起出去旅行。
只要说没有去妨碍到互相的工作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去发展的，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行的搭子呀。而且当我放下一些心中的包袱，去跟同事去建立一种更加深的一种关系的时候，我感觉我是更开心的。上班的这个时间里面，你会更加的能感受到一些社交的快乐，而不是说单纯的只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一些交流，还是会感觉到一些情感上面的流动的。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阴雨绵绵的天气，确实如果让自己开心起来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一直非常推荐大家说，你可以向外的去探索，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挑战，这些都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滋味。哪怕它是可能是苦涩的，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它都会有它自己的意义。下一个孩子再见，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拜拜。好学猫